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大叔，今天给大家带来红白机平台的动作游戏《顽皮狗》。今天是一期速通，表演的小伙伴是评级专家。速通的时长是19分12秒。这个时间我见到之后，我又去核对了一下，确实是这样。我觉得有点超乎我的认知了，因为这款游戏我玩过。而且后来也录制过，可以说是我比较熟悉的一款游戏。长度一共是10关，也就是说，你如果用了19分钟通关的话，那平均每关还不到2分钟。每一关大概有3到4个场景，后面再来一场 BOSS 战，而且每个 BOSS 是有2个形态。平均1分多钟能够过一关的话，实在是有点太快了。刚才的场景如果不跳下来的话，右边是有隐藏的。这里是第一关的 BOSS 战。游戏当中一共有11辆车，10个 BOSS， 再加上狗子的主人开的0号车。这里是 BOSS 的2形态，动作会变快。2号车叫做西隆德罗，实际上它是一个鬼屋，只不过在下面安上了4个轮子，而且这个车里边是住着一条龙的。本作是改编自1968年的动画。当年也引进过，引进的时候2号车翻译叫做老龙堡，这个翻译还可以，因为你实际上很难能够找到一个准确的信达雅的译名。它的全称音译应该叫做西隆德罗酷配，其中酷配在日语里边指的是那种双座的小汽车。像咱们这一代人从小就接触引进的动画，往往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小的时候看的动画的译名和咱们长大了之后官方给出的译名它是不一样的，但是咱们往往又都先入为主了。这个地方卡了一个 bug。咱们小的时候玩超级马里奥的时候，经常是到棚上面去，但实际上这款游戏的设计初衷是不想让你上去的。这里打的是6号车，6号车叫做坦克 GT。GT 代表这辆车是高性能的，一辆破坦克再怎么高性能也开不快啊。游戏一共是3个大型的板块，分别是欧洲和非洲板块、亚洲和大洋洲板块以及美洲板块。这3个板块你是可以选择攻略顺序的。但是每个板块当中的小关卡就需要按照顺序来打了。刚才那条粉色的小蛇看起来有点像红白机平台的《西游记世界》里边初始的小怪。游戏当中最重要的资源就是咱们捡到的骨头。利用它可以实现狗子的几种能力，分别是炸弹攻击、吼叫攻击、滑行，还有回血。前3种都比较容易实现，后面的回血可以选择在 BOSS 处保留一个，这样相当于有2条命来打 BOSS。
吼叫攻击我是不大喜欢用的，虽然呢它是一个穿透性的攻击，但是感觉还是炸弹更加好用，攻击的频率也更快。这个地方跳跃失误了吧？这里打的是10号车，这个车叫做特点矿车。本作是阿特拉斯1991年出品的，这已经是红白期的末期了。刚才也介绍了，它的原作是1968年的动画。原作的动画一共是17集，中间涉及到了34战，但是游戏当中就只有10战。不过游戏的舞台是比原作要大的，扩展到了整个世界。原作只是在北美地区开了一圈。咱们操作的这个狗子叫做肯肯，它的主人叫做黑魔王，实际上是动画片里的反派。因为大家都搞了一堆非常奇怪的车来举办比赛，黑魔王就非常擅长设置陷阱，想要坑害别人，但是每次都是自己中招了。黑魔王的车是0号，叫做0号机器。游戏的流程当中没有正式登场，但是后面的过场动画当中能够看到。我刚才说的狗子的名字，还有它主人的名字黑魔王，这是日版的叫法。如果是美版的话，这个狗子叫做马特利，恐怕是羊肉的意思。它的主人叫做达斯塔德。我记得昨天我给大家录制的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8号超人》，主人公还有相关人员的名字，美版和日版是不一样的，这也是很正常的现象。这里打的是9号车，这个车看起来是一辆赛车呀，名字叫做帅气 V9。我感觉它就是车速快啊，其实一点也不帅。这个 BOSS 等于是拼下来的，这个打法我喜欢。我最喜欢的就是和 BOSS 拼命啊。这里进入到了水下的关卡。其实肯肯在水下的操作性还可以，至少你不用像马里奥一样需要不断的游泳来控制自己的高度。本关的手感比较像红白机平台的动作游戏《美人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呀？那款游戏我也录制过，现在应该已经有了汉化的版本。在这个地方把血量给回了，我觉得还可以再等一等的。遇到能够捡的骨头再用掉也来得及。水里面还是吼叫攻击管用一点。这个地方留了一个炸弹，后面可以用来打 BOSS 了。这里打的是3号车，3号车叫做魔术。其实它叫做车有点勉强了，这个货能飞呀，开车开到飞起，这个境界很高了，我是自愧不如啊。所以我开车的技术还需要磨练。被击落了。这个场景我喜欢啊，
都是蛋糕。好大个的草莓，比狗都大。刚才可以踩的地方，方块形的，应该是巧克力。这关简直就是吃货天堂啊！但是蛋糕上长了虫子。如果是我玩的话，可能直接从奖命下面就走过去了，不捡，这样会逼疯很多小伙伴啊。骨头又留了一个炸弹。进 BOSS 房间之前用掉了。这个 BOSS 是5号车，叫做普西凯特，是一位女司机。她在动画片里边的技能是撒娇，向别人撒娇就能够获得一些好处。有本事冲我来呀！我保证你不会获得好处的，反而会吃亏。5号车的设计理念其实非常的迷，它是一个敞篷车，但是因为是女司机，怕晒，所以在车里又打了一把太阳伞。那你干脆就去开带棚的车不就好了吗？我是眼花了吗？我刚才见到了一只北极熊，但它是绿色的呀。我印象当中哺乳动物很少有绿色的，而且接下来的这个场景，敌人种类的设计，天空的云彩上有虫子啊。有鸟的话我忍了，有虫子是什么鬼啊？这个地方被打退回来了，所以耽误了几秒。这里打的是4号车，克罗伊泽尔运动。这个车看起来也是飞机，它根本都不落地呀。比刚才的家伙还猖狂。BOSS 象征性的在地面滑行了一会儿，好吧，算你是辆车。毕竟我们刚才已经见到坦克了，见到飞机就不稀奇了。但好像咱们还没有见到船啊。刚才出现了一只机器肯肯，和主人公长得差不多。我小的时候就觉得这个狗子显着特别的贱啊。看到它我就想起来红白机平台的光枪游戏打鸭子里边那只猎狗，如果打不中的话，那个猎狗就会嘲笑你。那只狗子就很贱，这只看起来风格也差不多。后来看了动画片才知道，它跟的主人是个反派啊。
BOSS 是7号车，叫做黑帮。车里边好多人啊！其实开车的只需要一个就够了吧？有没有超载啊？就算你是7座车吧。这款游戏的难度曲线还是比较平滑的，关卡之间的难度区别不是很大。有一些地方跳跃的时候会有坑，稍微背一点板就可以了。刚才收集到的钻石，每100个可以奖1条命。100个可以奖命的设计，感觉就是来自于马里奥啊。刚才回复了一下血量，流程当中能够见到评级专家频繁的切换武器，根据不同的场景使用吼叫攻击或者是炸弹。但其实咱们自己正常玩的话，全程炸弹就可以。这里打的是8号车。8号车叫做低配波波，关卡的难度主要就来源于 BOSS， 每个 BOSS 的节奏不大一样。玩家如果适应了 BOSS 的节奏，那每个 BOSS 都是非常简单的。但是万一被打乱了节奏，自己手忙脚乱了，那就非常危险了。这里已经是最后一关了，还差哪辆车没打？我没有数，没有算啊，咱见到再说。因为关卡的顺序是可以选择的，所以这款游戏也没有最终 BOSS 的概念。打完了10关，就算是通关了。没有最终 BOSS 显得紧迫感不足。我的天，这个地方能从上面走啊！这款游戏我恐怕玩了30年，我都没有想过刚才那个地方走上层。真是玩到老学到老啊！温故知新。BOSS 战，这里打的是1号车，这个车叫做开口岩石，2个原始人开的，把一个大石头中间掏了个口，自己坐进去，这就算是车了。在原作动画片里边没有说明谁获得了冠军，但如果详细计算站点得分的话，恐怕1号车是冠军。那好吧，这样一款红白机平台的动作游戏《顽皮狗速通》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感谢评级专家的投稿，也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咱们下个游戏再见。